朋友们，大家好啊！今天是2026年的2月26日啊。那么今天这个视频呢，主要呢就聊聊移民的话题啊。很久没有聊移民的话题了。那么今天为什么要聊这个移民的话题呢？因为就最近不是中国的春节嘛。那么过去呢，有来咨询我移民的网友，他们呢给我发来了新年祝福，并且呢就是表达感激的这个意思。那么之前呢，有一个网友我记得很清楚啊，就他当时呢是想移民，然后呢他也是在网上各种信息什么的就乱看，对吧？尤其是看这个油管。那么油管刚开始看的大家都懂，对吧？看到很多这种非常就是让人焦虑的这种视频那么但是呢他还是有一些这个怎么说？有一些想法的吧所以呢他就来咨询我因为他也看了我不少视频。那么他的情况呢，当时是就有一个孩子的但是他也是一个人。那么他就问我，他说，要不要把那个所有的钱换成什么美元因为他在网上听到很多这种说法，说什么美元马上换成这个人民币就要1美元换8人民币了，要超过8人民币马上就一文不值了，对吧？反正就是这种说法。那么我当时就跟他说我说就你一定要冷静冷静。虽然我说的这种就是移民的这种话，对吧？就不是那么好像听起来那么好听甚至有点打消你的积极性。但是呢，我说的都是实话我说这个人民币首先对美元它是个周期，它现在是涨，但它不太可能超过8块的，就是这个1美元对人民币，未来它一定会升值那么到现在就到今年，其实也就没多久，1年吧。那么他跟我说他说还好当初没换，现在这个人民币的汇率已经到了6.8、6.9这个换1美元。就当初是7.3吧就如果他要换的话，那他要损失好多钱，损失大概几万美元所以就是这个是我当时跟他说的一点我说首先经济上对吧，你就要考虑清楚。就很多移民的人其实他没想到的，他都是脑子一热一听这些人瞎扯，脑子一热然后就开始换钱了，最后损失的就是你自己。你电脑一关，手机一关，真正的生活的是你自己，你到了一个陌生的地方，对吧？这是第一点。第二点，我当时跟他说，我说你如果决心要移民，这是你自己的选择，对吧？但是有一点就是，我觉得你移民之前你要把语言学好因为很多人都会有一种这种想法，包括我自己以前也有这种想法，就是好像学语言一定要有一个环境我一到了这个环境里面，我就开始语言会越学越好的然后那个反正先移民然后再考虑学语言，这个绝对是一个误区。任何这么说的人我可以说他都不是一个负责任的。你说这种话的人，你让他拿他的语言证书来，对吧？展示给你看，他学到什么程度了这完全是种就是乱说。为什么呢？因为就是你如果要系统性的学语言，你必须要能理解。就像比如说我们在这边学西班牙语，他是用西班牙语教你西班牙语的。如果你连一个基础性的西班牙语，就是你在这边你学西班牙语，你最少也要有西班牙就是等级里面你要有一个初级的这种能力那如果连这个能力也没有，那你想他上课他用西班牙语教你，你怎么听得懂？就你完全听不懂，你完全只会最简单的那些东西，对吧？而且就是我发现一个很有趣的事情，就是在中国就我以前通过网上去学习这种日语因为我有日语证书和这个英语证书嘛，就学日语英语还有这个西班牙语就日语教日语的，就网上很有名的，还有那个教西班牙语的，网上很有名的，他们居然都没有，就是别说移民了，他们很晚很晚才跑来旅游，就是到日本和到西班牙旅游，但是他们就是也是自己就自学或者学校里面学，因为那个时候他在中国他是有这个用中文教他的，
就像我们来西班牙这里啊，就很多人他去考那个驾校一个道理，很多人他考这个中文驾校他就考得出来，为什么？因为是中文教你，那么他就算是有一种就是背出来，他也能背出来。但是他如果用西班牙语教你的，那就不行，对吧？所以呢，这个是很重要的。而且现在其实网络很发达，又不是说你在这个自己的国家你没有办法买到什么书啊，或者说你没办法看到网络资料，对吧？就像那个很多人说啊，那我可以到移民以后，我可以有环境来练习。就你正常的，比如说我跑去外面买东西或什么，那些人他跟你说的语速什么都是非常非常的标准化的，他不会因为你是个外国人，他跟你说的很慢啊，就是特别快，你根本就听不懂。你自己打开奈飞或者你打开一个什么上面看看，你看看西班牙讲话的速度，你自己觉得你能够就听得懂吗？对吧？所以我当时就跟他说，我说你一定要自己学，因为你学好，你先以一个低成本的学，你不会花多少成本的。如果你什么都不会，那么你跑来以后，你只能任人宰割啊，因为你办什么事情你都要就是找人去帮你，不然你连基本沟通你都不行，对吧？你这个在这里啊，你找一个什么本地的华人做个翻译啊，一次就是多少多少钱，就帮你去办这种事情啊。所以就是你必须自己啊，要学会语言。你像小的事情还好，你找人帮忙没什么，对吧？一开始，但是如果你大的事情，比如说你去医院你有没有隐私，对吧？还有就是你要买房子，你买房子这种都是大的事情，你也不能完全就是听翻译的呀，你肯定是要自己懂这个意思嘛，是吧？所以啊，我当时就跟他这样讲，然后呢，因为他也是考虑到就是有孩子啊什么，他反正就犹豫了嘛，对吧？那最后呢，他也没有移民，因为我也不是做移民中介的，我只是把实际情况告诉人家。那么到今天啊，那么他跑来感谢我，其实我心里面也是挺高兴的啊。虽然就是我做这些视频啊，我也没得到什么好处，对吧？但是我觉得就是说我内心坦荡啊，我是完全按照我自己的真实的想法去做的，对吧？就我没有任何的对我的什么影响啊，或者瞎扯啊，获得什么好处啊，对吧？那么我们今天呢，还是这个是上面那个人的那个故事啊，我们今天就继续讲一讲啊，就是我觉得通过这几年，就是到今天啊，我对移民的一些新的看法啊。首先呢，我觉得就是，嗯，如果要移民，就是让我现在啊，如果重新让我去选择移民，那不管是什么特朗普啊，当总统啊，或者是就中美关系搞得不好我还是要选择去美国啊。那就是主要的原因呢，我觉得是因为什么？就是呃，我发现这几年，就一开始其实我跑来西班牙这里，我也考虑的是躺平啊，比如说我在海边天天晒太阳啊，过着很悠闲的日子啊，然后拍拍照啊，这里旅游那里玩玩啊，对吧？一开始都是想着这样，呃，然后靠着一些被动收入啊，是吧？就你可以过着什么诗和远方啊什么，但是这种生活其实你过了几年啊，就像我现在，我觉得也会很乏味的啊，因为就我觉得人毕竟你还是要有一个目标啊，就是你要有一个生存的价值。其实你天天躺在这里躺着，时间久了啊，就你也会觉得无聊，就是会觉得无聊。就像我为什么要去录这个视频啊，或者说我为什么要去做一些投资理财，其实本质上并不是说一定要去赚钱因为我做这个视频也赚不到什么钱，大家也可以看得到，对吧？然后我去投资理财的话，当然是能赚到钱，但是最主要的，我觉得是我又激起了对我自己的一种自信
就如果我在海边这样躺着，天天这样，我也觉得没劲的，就人会觉得没劲，你知道吗？因为我毕竟不是说，七老八十、70岁、80岁啊，就算我觉得现在我觉得就算70岁到80岁，还是要就是努力的啊，因为我来了这里以后，我也看到还是有很多70岁、80岁的，因为我们那个学语言有法国人啊，有一些什么那个叫什么比利时人啊，上次那个比利时人还跟我很有意思啊，我说你是哪里来的，说什么语言？他说我来自比利时，他说我们是欧洲的中心啊，因为那个欧盟中心在布鲁塞尔嘛，所以他说我们是欧洲的中心啊，很有意思啊。嗯，所以呢，就是怎么说呢？就是我觉得人还是要努力的啊。那为什么要去美国呢？因为我发现，你像比如说华人对吧，很有名的啊，这种企业家或者成功的，做了很多对人类很有意义的。你比如像黄仁勋啊，你像那个还有那个什么 AMD 的那个总裁叫苏什么啊，我一下想不起来了，不好意思。都是啊，他们都是在美国的。像黄仁勋的话是7岁到8岁就去了美国，然后也是在一个极度刻苦的环境里面自己努力，因为他们是70年代去美国，那个时候亚洲人在美国可真的是比现在要当然现在也不容易的，但是那个时候是更难啊，所以就很不容易的。而且他也是只和他哥哥一起去，那他创造了这个 NVIDIA，对吧？就在美国，华人啊，就亚洲人成功，不管是啊，你像现在什么硅谷啊，大批的这种科学家，或者说研究人员，或者说计算机工程师啊，AI 工程师，都是在这个美国啊，就华人取得了很大的成就。但是整个移民的数量，就是美国一个国家它的移民数量，它的华人总数是欧洲所有国家加起来的2倍啊。就比如说欧洲，你像什么西班牙是20万人，对吧？你像那个什么法国是最多的啊，反正就欧洲所有国家加起来的总数的2倍，就是在美国的这个移民的华人。但是呢，你像欧洲，他连一个像黄仁勋或者其他的那些成功的亚裔这种量级别的企业家都没有啊，都没有，就基本上就是应该说就是说在欧洲啊混得好的这个华人跟在美国混得好的华人，这个差的太远了，知道吗？就是一个天一个地的级别，就是这个数量比起来。那么，嗯、当然就是我不是说纯粹的以钱为向导，对吧？你说这个 NVIDIA 达到一个多少？现在它这个 NVIDIA 是多少？是一个4点多万亿美元市值的一个企业，对吧？不是说绝对以钱为向导，而是他创造了这件事情啊，就是他做这个 NVIDIA 这个企业的这种成功啊，是我觉得是对人类就很有意思的一件事情，对吧？那么很多人就会说啊，就会说那这个呃这些什么高科技啊，这些什么东西啊，不是那么重要啊，我们需要的是什么轻松的生活，什么或者说一些东西啊。但其实现在整个欧洲啊，尤其是俄乌战争以后，或者说像这个美国这个川普上台以后，欧洲就面临着非常尴尬的局面。你像德国总理或者欧盟主席或者欧洲所有的这些领导人，包括法国的总统啊什么，都在说，是吧？就是欧洲现在一定要自己在努力了啊，就是可能普通人每一个很普通的人还在认为就是啊，我们不需要去卷，不需要去努力啊，只要躺平就可以了，就是少干点活啊。但是事实上，每个国家欧洲国家的领导人都已经很着急了啊，就是这个在高科技领域，现在 AI 领域，人工智能、机器人这种完全落后美国和中国啊，
他们已经非常着急了，所以他们现在欧洲大量的开始想在这个方面能够再做到创新，但是你想要追上去，已经落后了那么多年，谈何容易呢？是吧？啊，所以就是这个就让我觉得，你说对未来的孩子还是自我的一种成长吧。真的就是，如果你让我去选择移民，那我肯定要考虑，还是要去美国不管说什么，因为川普他当总统也就几年他现在什么反对移民什么，但是就是我觉得这个钱，比如说如果让我投资孩子身上，这个钱就是我觉得我花的是值得的因为如果我赚了钱我不花干什么呢？我自己现在这个年龄对这种什么享受什么这种奢侈品或者什么东西，就我已经没有什么爱好也没什么这种追求，并且我觉得这个很愚蠢就我就觉得就是你这个钱，你不如就投资在多花一点，这个提高自己，提高孩子，对吧？就是你要花在这个知识上面，这个很重要所以就是，你让我觉得就首选，我觉得还是要到那个美国去学习，这个是最重要的那如果说就你真的没有这个能力没有这个好的时机，对吧？因为有时候人不是一帆风顺的，可能现在你不是一个最好的一个时机。那么，我觉得在中国也挺好的说句实在的，因为你在中国，你可以以非常低的成本就先学习到。这个呢，是从我自身，我觉得我自身我一个感受，因为我现在其实主要我的收入来源是什么？就生活。一个呢是我有一些被动收入它能维持我的基本的生活，不用担心。那么另外一个呢，就是我有一些投资的收入投资呢，其实在这2年，应该来说小有一点成效吧小有一点成绩吧。我也不是就是专业的什么科班出身的这种投资，对吧？不是说我在什么学什么经济学什么我原来是搞艺术的，学艺术的。那么我完全是自己来了以后呢，我静下心来分析了各种场景，比如说我去投资开个什么饭店投资开个餐厅对吧？或者说投资什么像别人一样去买个房去租掉就各种我想了老半天，我最后我觉得还是要就是投资理财做股票这些东西主要呢我也是其实看了一些书这个我在我之前视频都发过了，大家感兴趣都可以去看。但其实这些书我现在话说回来，我在这边刚开始看这些书的时候，我是在亚马逊买的，亚马逊一本是几十欧元就买这些书，或者十几欧元吧我具体记不清楚了。但是我后来发现就是在那个中国，它有一个 APP 叫微信读书那个上面呢，就是它1年的年费只有100多人民币，然后你就可以看所有的书。如果你每天看，你就是免费，你都不用花钱。就是如果你每天看，他会送你一些什么看的书券，就你今天看几个小时，他就送你什么试用1天2天，就一直会送你。你就等于是每天的在免费的看这些书。当然这些书可能他们付了版权，对吧？就他们买下来了，这些那个软件公司就这只是一个学习成本。当然，我以前如果在中国的时候，我是不会去看这些书的，对吧？我整天这里去玩玩，那里去玩玩，因为那个时候你人在自身的一个没有任何的一种危机感嘛，这个时候你会想的比较简单就没有想那么远。但是呢，那时候呢，就会有一种什么，有一种好高骛远的一种想法就觉得我看看身边的人好像都赚了很多很多钱，
我心里面会着急啊，我怎么没有赚那么多钱？我怎么好像有点焦虑，是吧？你会有一种这样的一种想法的。但是现在看下来，其实完全没有必要啊，因为如果比如说我先跑来欧洲，如果我再去美国，这个是很多有些人的想法。我看到一些移民啊，他们也跟我讨论过他们的想法啊，他们觉得哎呀，确实好像对西班牙也不是那么的满意啊，想想未来怎么办呢？那说那未来再想办法去美国。其实你要在西班牙你要生存下来，你就要开始奔波啊，为了居留，为了这个语言啊，为了适应生活环境，为了学习啊，你就要开始奔波。如果你有孩子什么家庭，你更是能感受到我说的东西。然后你哪有，就是你在这边待个几年，你再去，就你没有这么多的精力，或者说这么想法了，你到那边又重新开始，又要重新再去，是吧？还不如就是啊，你先做到足够的积累。那么我自己呢，我就在时常想这个问题，因为我这2年，从投资理财来讲，我的成绩还是有一点的。我就在想，当初我花了这一大笔钱，如果我当时只是啊，在一个成本很低的，在国内，因为我在国内的时候，其实算上现在啊，我在西班牙在海边住的，我一共在海边住了接近要10年。就我30岁出头的那个时间，我就开始呃想着这个躺平了啊，想着这些就不想很努力啊，还想着有，还想着就是能够好像一下子获得什么大的提升，对吧？但事实上就是不努力，人是不会获得提升的啊。那如果当时我就像现在那样，我是努力的去学习，努力的去研究啊。其实我现在就保持每天大多数的时间我都看书，我已经很少看社交媒体了，除了我出来录视频，偶尔给网友回回言，基本我就不看别的什么社交媒体的，我都大多时间出来看书啊。就如果我那个时候我就很努力，其实就我所花的这些成本，我现在应该已经有，嗯、最少也有几百万美元的这个资金啊。就是如果当时没有花这个成本，因为那几年又是市场特别好的几年啊，就在2020年之前，如果那个时候选择，这就是说你投资理财很多好的股票啊，好的这种东西，对吧？你像比特币什么也是的，你到现在都是已经要就翻几十倍啊！就如果在那个时候，尤其是那个时候我手里就是流动的资金也好，或者你人在就是没有在国外，你没有那么多的这个就是浪费你时间的事情啊，对吧？就你，因为你原来在自己国家，你本来已经生活了相对来说你是比较安定的嘛，所以就是我就觉得呢，嗯，如果一定要想要移民要出国什么啊，不管什么原因，反正我觉得你最主要你还是要提高自己啊，这个光有钱是没用的啊。我当初移民的时候，我也有一些钱，说句实在的，光有钱是没用的。你到了最后，如果你自己不是一个非常努力、非常拼的人，呃，慢慢的这些钱也会花掉，然后你自己也会就是很迷茫啊。这个是我看到很多这个例子啊，所以就是还是要提高自己，就是你如果决心一定要移民的，就你一定要好好的先拼命的啊去学习去努力啊，把语言把投资理财，我觉得一定要学好啊。我觉得就是说，如果你只是啊就想平平常常，你也不想什么有大的发展了，那也没有关系，对吧？这个我觉得很正常。但是如果说啊，就是你想要移民，然后你想过一些，就是你觉得要刺激一点的，要拼搏一点的这种生活，那你必须要去花时间去把投资理财这件事情学好。因为我发现，就是投资理财这个事情，不是说它就能够为你赚到钱，起码它不会让你亏掉钱。
就像很多人其实他通过，比如说我以前我做摄影啊，那我开店，我赚到很多钱，但是呢，我没有投资理财的意识的时候呢，我通过别的投资，比如说买到不好的商铺或者说买到不好的房子或者说各种各样的情况你都会亏掉钱但是如果你一直培养了一个很好的投资理财的意识，那你只会赚到钱，你就不会亏到钱，因为你亏到钱的这种呃事情，就像你现在再让我看很多很多的这种投资的东西，我就知道什么东西不能投，什么东西不能去买你就不会有亏掉的这种事情你就基本全是赚钱的事情，所以我觉得这个是很重要的，这种意识啊是要花时间的，而且一定要去多看点这个书这个是真的很重要的啊。还有呢，就是我觉得有很多人说我现在就是没有什么钱这个其实很多人是他在移民的想法是有的，他们觉得就是说我换一个环境，然后呢，我就能够在一个比较好的一种制度和体系下面，我就能够赚到钱，对吧？比如说他觉得在欧洲没那么卷那么工资收入高那么工作机会多他觉得呢，在中国就工作机会少，工作赚的钱少竞争激烈。当然了，这个是他没有，就是还没有到欧洲的时候，他是这种想法，对吧？但是真的当你来了以后，你会发现不是这样子的别的不说，你就看现在西班牙正在进行的50万非法移民的大赦，这个50万的非法移民，如果一旦这个法案顺利通过以后当然这个法案现在还没有顺利通过现在还是在一个修改的一个期间那一旦如果真的是通过了，那么市场上立刻就要增加那么多的工作的机会。你作为一个新的移民，你怎么样就是有能力去竞争呢？说实在的，就是这是几乎是不可能的就有这种想法的，我劝你趁早打消这种念头还是要提高自己。就是你在就是中国，你是有自己的母语就你能够顺利的沟通，并且你也有就是家里什么这种环境的这种支持下，你熟悉的环境下，如果你都就是很难生存，那么你想到了一个新的地方，然后你又没有特别的拼命的这种努力，真的是很难的。就在我身边，我看到的一些老移民，因为我现在有很多也是老移民的朋友，我们相处的也比较好。他们过年就有的给我送很多菜，有的给我送很多水果，因为他们有的自己种菜，有的自己种水果，还有就是反正经常就是大家会来往嘛。那我看到就是混得好的当然这些人都混得很好，都在这边有很多的产业了，已经都是就特别愿意吃亏，愿意付出，愿意帮助人，就是这从我从他们身上看到的很多的优点因为我也在想这个问题，因为对他们来讲，我只是一个新移民，我没有任何的，就是可以他们获得好处或者回报的，就是就是说我的意思说，就是我没有跟他没有什么利益关系的，但是他们也会对我就很好，对吧？那其实我想一想，这也是他们就是能够成功的很多原因，因为他们愿意吃亏，愿意付出，所以他们来了异国他乡虽然有些他们就不是这个有多高的学历什么，但是确实我觉得从做人这方面来讲，那他们确实是这种老一辈的就是这种精神，是吧？好吧，那今天呢就先聊到这里先聊到这里。